台湾第一点。好了，全部了，都给他买起来了。野营吃饭不给马。当然啦，你们就是真的要放我一个人在这孤岛上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啊，你们通通走，我绕的清幽啊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要煮玉米笋哦。好，我脸第一天动心了。我动心了。CHILL。哎呀，没有人，不要以为你们在这里这样看，就好像有人一样，没有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就是我跟海，跟这一片沙滩，再来就是你，嘿。不过这也蛮好的哦，我先把它放起来，今天就可以跟大家刚好没有人，我就讲几个私密的煮菜的方式。哇，这水还没有整。我打算呢用这个，哎喂，虾饼当我的汤底。我先用虾饼呢下去制造一点海鲜的味道，垃圾要丢好，把这个丢掉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虾饼就是虾做的。快了，水快要滚了。那在我们等水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，我们刚刚拿的那个螺，他们走之前算是还是比较有良心一点，他们帮我把螺先煮好。好吃，我先放旁边，发现我觉得那个螺少了点味道，这里剩下我跟海鸥而已，海鸥嘞，你们听到海鸥的声音？Oh my god！ 用那个，哇，满满的海味。他们明天来到这里看，会不会看到我直接痛风啊？哇！再吃一个虾饼，然后，再配一个螺，加这个手脚。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吗？常在野外跑的人呢，总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我说实在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一群没有在露营的人会帮你准备的装备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我就先跑了一趟我朋友的店，给你介绍我的好朋友二嫂。我们今天他们说我们要去看网路，那我在想，他们平常都不食人间烟火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定不知道要准备什么。吃的啦，百搭啦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我要煮啊。会煮东西哦。我百搭来。你喜欢吃辣对不对？当然啦，辣的，然后煮面线。超酱要吗？要，我跟你讲，有这个啊，不管，我跟你讲，只要有这个东西，不管他们准备什么，只要把这个加下去，就什么都变好吃了。黑糖糕，好吃，很好吃。那什么？面线，好。虾米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买的东西，我还可以教你怎么用新的吃法，虾饼可以煮海鲜汤我光用虾饼，海鲜汤，我光用虾饼就可以变海鲜汤了，真的。二嫂你不知道？教我一下。好，这期你要看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海鲜汤。我先熬汤，用虾饼熬汤，多一点没关系。好高。
宝宝，你真的太棒了！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？天哪 ！My God！ 危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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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这一锅，我觉得他们回去了，我再拍个照传给他们看，他们应该会再开船回来吧。 Oh my god！ 没有胡椒哎，没关系啦，我有那个 XO 酱，够了，可以了。我的单身汉痛风餐，痛风餐好了，哎，给你看一下，再加一个火山爆发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野人痛风餐。 不用，超好吃，哦，超好吃。我觉得啊。 以我们这种不是在地人啊，要钓到这个鱼啊，就他们的梦幻鱼种啊，我觉得有难度哎。反正我一个晚上都在这里，我们先去煮东西吃好了啦。然后我决定，怎样用钓竿钓鱼也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钓鱼好不好？看有没有办法钓得到武昌鱼。我带你去钓钓看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有些是交朋友钓鱼法哦。来找那个大哥，大哥，啊，你还会待很久嘛？对不对？今天晚上也会在这里哈？不会哦。我可能在1个小时就走。哦，这样子，在1个小时啊？你这尾鱼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就送给你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真的要送给我？对，无条件哦。不好啦。还是有条件啦，还是我煮菜给你吃？不用啊，还是我们拍一张照。他也不要，他真的是与世无争呢。我觉得你在这真的是非常的与世无争呢。就拿只武昌鱼交朋友好了。在就是有限度的工具跟地方，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料理。这跟我在露营其实很像，然后把它肚子里面塞一些。武昌鱼摸起来很嫩呢。反正呢，煮菜就是这样，食材只要新鲜，做什么都好吃，好吗？其实这个我觉得会不错哎。好，跟上，把它盖起来。期待等一下的曾文水库武昌鱼。好，看到这是什么没有？今天我们用的那个酱水，一个人在野地的时候呢，不用要求太多，就是煎蛋。哇！哦！哦，好咸哦。所以啊，他就拿来煎蛋啊。好香哦！天哪！天哪！麻竹笋酱粉炒蛋，名字有点长。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！哇，阿贤，贤哥来，贤哥，很烫哦，烫！烫我嘴巴！哇，好好吃哦！酪梨，营养价值极高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小汤匙？我们来一点清爽的酪梨鸡肉沙拉。哇，好吃！
先这样，然后呢，鸡肉也是鸡肉，哇，这个是，你现在就用这样，让它鸡肉啊鲜味出来了，然后呢，苹果来一点，哎呦呀，我们好地中海的感觉哦。哦 ，perfect man！ Oh my god！ 来，这给你。热情赞助的武昌鱼加上在地食材酪梨水果等，运用一些小巧思做组合，就是我今天的晚餐啦。伴着钓鱼平台的凉风，多么惬意啊！哎，翔哥，他们想问我说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我们这边其实你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只有太平洋跟我们的梯田，所以我们的米最多。你有米？对，不用担心，有米就可以了。我们晚上吃一个海鲜炖饭，好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海鲜炖饭。我们先从做高汤开始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很想吃？你们？真的吗？哎，我做菜其实不输詹姆斯哦。他不要谁啊？豆浆。哇！哇！后面呢，过去，习惯那个味道。哦，这个味道很难习惯呢。待完得1点。哎，为什么感觉我今天又要再帮很多人一起在做这么多小朋友的吃的、啊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办法一次做到，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我不是只是要做一个，不是要煮给我们吃的吗？对，我现在好像要做一个部队的餐一样哎，我现在要出一个部队的，是不是？蒸饼部队。蒸饼部队呀，蒸饼部队。其实我今天还有一点点其他的法宝就加吧。啊。里面就给它加下去就对了。哎，要煮玉米笋哦。你知道我最想要一个女人，我家那2个男的吵死了。你要玉米笋是不是？给你。我脸皮已经动心了。我动心了。哇，你变红了。是的，变红了。It's a good。我们忙了超久才。然后这个谁要帮我忙？谢谢。It's a good 哦。我也可以帮你的。啊，你也可以帮我忙哦。好啊，那你等下帮我忙好不好？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谁要先吃？谁要先吃？好，排队。来，准备排队了。好，没有筷子吗？你插进筷子后面。要说筷子，不用。你要过来排就要排一起。等一下，通通不能动，往后退，一人退2步。1、2，我手还是多的。 2步哎。1、2，不是往前，不是往要打翻喽！来，让我为你们介绍，小心这个烫哦，你的手小心哦。可以吃辣的人可以吃这里，不吃辣的可以吃这里。捞了，吃。当一个厨师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所有人去抢你做出来的菜。
天哪！我觉得这个地方太适合我了，我在这里得到满满的成就感。好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真的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已经好吃到这里有饭了，来我帮你弄。小心小心，好可爱哦！你们每个都好可爱哦。是不是？我豆豉海鲜炖饭魅力可是非同小可啊！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厨师，但这块失控的场面已经替我打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了。看着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，身为厨师和爸爸的我，真的是觉得很满足，但好像又少了点什么。我现在终于知道那种大厨的成就感，但是现在呢，翔哥，我们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的就是我的成就感破表了，忧的就是我们的饥饿度现在也破表了，因为没东西吃了，被小朋友扫盘，然后听说他们的妈妈去芹菜柜啊，是吗？对，就把东西都吃完了。对，爱你们。哇塞，妈妈吃到已经见底了。对，妈妈的原则就是不要浪费。对。那你们真的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对领域最耽误的大厨师。好好吃哦，味道整个都融在米饭里，而且它制装的那个量刚刚好。这我会想学，对，真的非常的专业。所以你要砍哪一根？啊，我们要制作竹筒饭的话，我就挑选这一根竹筒饭。OK， 来大哥，我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其实可以这样，来，这边有个，不要动，可以，来，好，都可以。抬高 ，OK， 好，哇，你看这个，哎，这里面好像能装蛮多的。这是什么竹？这叫做桂竹。桂竹，对。我们这边泰雅族这边最常用的是桂竹。桂竹，我们是自己人要吃的，我们就这样。这一段的是阿贤，我的食量大概就这样就好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晚上要吃是不是？来，自己砍。来，换我帮你。灯光师就位。我觉得来到每一个地方啊，就是找当地最有名的食材，没错，最天然的食材。泰雅族的鱼子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马告，哦，这个就是珊瑚礁。哎，这个很酷哎，马告哎，我们看看，我第一次吃到，通体舒畅哎，好香哦，我以为珊瑚礁应该会有一个，就是像胡椒应该很呛啊，但没有，它有一个柠檬香哎，对，它捏碎之后，它会散发它特色味道。我可以捞个几，它用汤匙捏碎，然后它那个原汁原味才会蹦出来。对，加点少许的盐，少许，然后再加一点冰水。为什么一定要冰水？冰水像有些马告哦，它有譬如防中暑，防中暑，然后加点盐的话，就盐水的话就是增强你抵抗力。哦，要捏碎，我会碎。哇，好疗愈哦！哇，太好吃！马告斯它是一个珊瑚礁，我们听到胡椒两个字都会觉得它应该是呛辣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是清香哎，缓和，它很清香哎，清凉。哦，大海中的钻石，少许的盐下去，加一点冰水，搅和一下。爆浆，醒脑哎，超级醒脑哎！林大哥说，夏天在山林里工作，他们会随身携带这款原住民的宝矿力，不但能防中暑，还能消水肿、舒缓疼痛，而马告入菜更是一绝。我的竹筒饭当然得来个完美的结合喽。所以我们现在弄什么？啤酒西虾。啤酒虾怎么做啊？一般的话哈，对，我们是先来，我们虾子的话都要放3分，啤酒7分。你是喝酒的吧？大概是这个比例，
像虾子差不多3分满，加3层啤酒对，我试试看。烧烤的过程，啤酒就会去提那个虾的味道。直接上去煮，对对对，直接上去煮，直接放在来一点烤肉架上面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对，南洋的传统的食物，我们刚刚有马告嘛，竹筒饭，达瑞，达瑞的南洋叫什么？米肉，下一个字。 OK， 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什么面？腌鱼肉。这我最怕的希腊。那所以这要怎么吃？一条。直接吃吗？这不，这直接吗？直接。你先。味道。天然的雄厚，真的假的啦？以前老人家取到食材食物不简单，然后就我们很珍惜说老人家传承的一些腌猪肉、对腌鱼，对，不管是还有山羌、山羊、山猪肉，都是这样腌，都是很珍贵的，就是一般找不到的食材的话，我们会特别去珍惜掉。这个感觉我觉得挺不错的。我有没有听到的声音？有没有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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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今天在这个烤炉里面拥有的呢，就是泰雅族最传统的食物。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，这么吃，好吧？他不敢接受，后面的会习惯那个味道。哦，这个味道很难习惯呢，但是很习惯，就吃下去，你还会想再吃第2口哎，阿贤，给他夹菜，阿贤，来，阿密斯是不是有这个？有啊，来，我喂你。看野营吃这种，我今天等于算是在私厨，野营吃饭不给马，当然呢。待完第1点，大哥，味道如何？一样，一样家乡的味道。怎么有cheese的味道？cheese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了，就是 cheese， 那个就是小米哈，那个米哈，它发酵的味道。对，就是 cheese。我都讲没。今天谢谢我们贤哥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完美的解答。没想到泰雅族的传统腌苦花居然蹦出西方的滋味。以前在山里生活不易，一切取之于自然，也因为先人的智慧，成就了我们丰富的这一餐。马告啊，实在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，很配所有的菜色菜味。所有的菜，你只要把马告加进去，它完全达到一个去油解腻的效果。我很爱马告，我很喜欢马告。没想到现在来到的是马告的故乡，哇哦，泰雅族。我们再来吃一下竹筒饭，我们用我们的贵族做的竹筒饭。甜甜的，还有一种眼睛有那种有一点点竹香味，好吃哎！来，亲自哈，哎，你们看到调味的饭里有马告，竹筒饭，马告里有饭，你要配海鲜还是猪肉、青菜都可以。再搭配我们的啤酒虾，这就整只来了，完全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味道。好开心哦，好吃。Yeah，make sense 哈，香甜可口，你们谁要当香甜？我当可口啊，我当可口香甜。是欧阳 ，OK， 欧阳，然后这个是 Louis，Hello， 今天就靠你们了。这是完全，我可以非常真正的，就是很chill的那种在做节目。对。呵，来，那冰箱谁要拿？啊，冰箱我拿。哎，他人超好的。我们刚才想，等下要不要猜拳要干嘛的？因为我不会挑鱼啊。各司其职。好，各司其职是，所以你背，然后等下是你做菜嘛？哎，对，我负责试吃，告诉大家的口味。走，看我们今天要做，看鱼市场有什么做什么。
约莫下午1点半，渔船开始陆续进港，准备开始拍卖今天捕捞的新鲜渔货。但要进到拍卖区，必须要有渔民证才可以。一般游客也不用太担心被当盘因为呢，渔会人员会不定时的稽查，保证大家买到新鲜实惠的渔货林大哥，潮汕老板，给我带来一个枪手，来，枪手为什么枪手？在地的，大哥林大哥，你来买是不是都比较会有傻逼鼠的价钱？那当然啦，那就需要枪手，因为做节目很辛苦，预算有限。对，我今天等于算是在私厨，都可以做沙司。好像有在野外吃过，露营的时候吃生鱼片，可以哦。这刚上来的话是可以的。我们要挑剥皮刚好还是红干鱼啊？看起来这都是两吃的鱼，好，一边可以烧新鱼，一边可以蒸这样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挑红干好了，看你2吃。好。老板娘他不知道我们预算很有限，等一下这样讲出来，他要自己补钱。我跟你讲，林大哥，这就看功力了啦，就是好了，先不了，都给他买起来了，都给它买起来。对，2尾就够了。是不是很有福了？渔获采买满载而归，接下来准备前往秘境扎营。野营最迷人的地方就是3、5好友，大家可以聚在一起，在充满芬多精自然环境下，一起料理食物，一起吃饭聊天，抛开生活的负能量，摆好桌椅，备妥食材，野炊工作准备好，就可以好好享受野营的乐趣了。看野营吃这种，这个就是我们集合起来的好处，就是跟我一起做节目呢，会有这样的食材，但跟你们出来呢，会有好的环境跟好的食物出现，料理出现。我们也算以物易物啦，对吧？哦天哪！你说会不会有人 order 他会做野营外汇？没有啊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。你是他经纪人就对了，是吗？我们是友情相挺。那有人看到他说问我说，这个人是谁？可以请他帮我们那个？不行。我先帮他拒绝了。OK。我可以扮玉兔啊。来哦，来后置请坐。今天就交给我了，那我们就边动手边想要怎么煮。好，你现在还不知道煮什么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有材料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配。对你我一点也不担心的。好，尽可能用这边的食材来做。如果你对这些食材还有问号的话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不行，这已经算是很夸张的野营的食材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做盐焗凤螺。哎呦，我可能等一下把这些料切一切，然后再请欧阳帮我把这个拌一拌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盛盘，等一下就要。我跟你讲，露营、野营，不管你只是出来野餐，你知道这个摆放的位置你要把那个氛围给做出来。我们今天这个有一点点就是带那么一点点的军事的风格，就男人的聚会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风味盐。风味盐，对，所以等一下这个就是主要来烤凤螺。对。欧阳再帮我把它给搅拌。好的，我要享受于当一个废人。当一个废人怎么吃龙虾？对不对？我先把它剖开看看。这位大哥在这。没关系，蜜蜂没事的。这里环境算不错了，还有蜜蜂。找的这个点算是不错的，也算是秘境之一了。所以我不会告诉你们它在哪里。我们就把盐铺一半在下面，因为就把它立着，就像沙堆一样，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撒。然后我们留一些，等下给你撒上去。那我们就是一颗一颗的把它给抬起来。现在这样摆盘又省了，等下煮好就直接上桌。我们等下再来处理。今天我们有抓到一只最新鲜的红干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做2次。我今天教你一道南美的鱼生料理。南美的，好，期待。这个季节是昂刚的季节了吧？应该是说它一年四季都有，一年四季都有。现在会越来越好吃，越来越肥。对，它油脂它会越来越好。新鲜。ceviche，对 ceviche，它是拉丁文。哇塞！想不到那个
也是有。对啊，你以前是跑船的，是不是？我在网靠招条。我说实在，我在这我也帮不上忙啊。你们先忙，我去附近找个食材，找个这个季节会有。哎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神秘礼物，我的神秘礼物，我的神秘礼物。我去找看看有没有，然后应该会是一个烤皮，会是一个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这样烤我的。好，待会见。好 ，See you。这个是那个我自己做的新鲜奥勒冈，还有用初榨橄榄油，还有我们自己做的那种泡椒。在西班牙，他们有很多类似炸青椒、腌制青椒啊、腌制类的东西。吃当地，吃当季，可是我最喜欢的方式。前一天呢，我就帮路易斯找好了食材。不说你们不知，这食材啊可是得来不易耶。惨案发生了。我本来是要来帮路易斯拿一个食材叫山药的，它就在台二饼旁边而已哦，居然有人来偷山药哎！你太好笑了吧？你为什么会用偷的？今天我们就是满满的原住民风格，走进三美村部落没有吃到烤肉，回去会被笑。你弄烤肉给我吃，我熏肉给你吃。我觉得你会输哎，会吗？哎。摘完第一点，他这样偷走几根？短的55，嘿，原生种的大70株。130根山药你怎么拿的？我真的是太厉害，山药有这么大一根吧？130个。以我柯南看多了的经验，他们绝对不止一个人。知道人家种一条山药要花多久时间吗？1年就采收一季，1年1收而已。对，1年1收而已。哇塞，真大概的是8、9个月，10个月吧，很心疼哦，很心疼啊。对啊。好啦，心疼归心疼啦，反正你还有这么多猪，我还是要山药。对啊，要不然我怎么回去跟路易斯交代？原生种山药是直接垂直生长下去。哦。你长多深挖多深，而且还很小心翼翼的挖，稍微碰到的话就脆掉了。脆掉了。对，就断掉了。哇，它洗一洗可以生吃。好，我们这个都有机耕种的。哇，怎么跟我们在一般看到那个大根的山药不太一样啊？不一样啦，它是这种的你绝对没有吃过这种山药的。哦，那这个小偷还蛮识货的哈。山药的种子长什么样子啊？这边有剪好。它种子就山药种子，它就是一个山药样啦。你可以吃一个看看。哦，好香哦！为什么你才刚咬下去而已，我就闻到香味嘞？哦。它一个营养成分多高？我没有研究，不知道啦。是听讲说它就像一株的那个山药的成分。这个种子，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鲢鱼子。什么子？鲢鱼子。鲢鱼子，这种鲢鱼子种植的山药最 Q， 最好吃。原生种山药的特点就是粘性高不松散，口感细腻滑顺，不易褐化。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煮个排骨汤，享受山药纯粹的滋味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拿了山药，又拿了蜂蜜，怎么会？蜂蜜没有，蜂蜜没有。他马上讲说，蜂蜜没有哦。吕大哥啊，开个小玩笑，不要生气，我会好好料理你精心帮我们准备的山药。相信在路易斯的创意及技术下，一定能将山药变化出另一种风味，再加上其他预先准备好的料理，想到就口水直流啦。我们牛排刚刚先下的话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煎一次。好，煎到它上色之后，我们就要把它拿下来，让它休息。对，这是煎牛排的，对，没错。那咸猪肉呢，我们就必须要靠温度余温，用余温，因为它在中间会太焦，对，会太焦，等下就会口感就不好。但是像鱼啊、龙虾这就要够大火，所以我们就放。哇，这是我加了一些蒜头，让它可以提一下香。哇，盐
野营吃饭不可以马虎，当然呢，这是欧阳提供的铲子。太厉害了吧！这个铲子，这铲子太厉害了。在野营煮一桌菜，那才是最大的成就感。那必须带队的，带队的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，才可以有办法让我发挥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我必须要有一个你这样的好朋友，就是跟观众讲，你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，对。是不是就说这次有跟的，是不是爽到？爽有没有？超爽。然后你们刚手机一直叼，是不是都被同事直接就太扯了，太扯了，过太好了。野营吃这种，但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这样。这是我们的野营，生活很重要。这是完全就是下酒，而且又有高蛋白质，很适合野营的料理。好，你自己卤的花生？对，这是我特别为野营设计，因为我喜欢野营嘛，所以必须要准备一些好吃快的东西给大家吃。好吃哎！平常要订你的餐厅订不到，就是约你出来露营，就什么都可以吃得到。你如果在夏天露营，欧阳玩家，你讲夏天我们要去哪露营？夏天我们要到西边，高山，温度会降低，没错。那冬天呢？我们会去有温泉的地方。哦，那野溪温泉你必须跟到熟的人，熟路啊，熟天气状况啊，然后熟那边的风景啊、扎营点啊，这些都还蛮重要的。整只塞进去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但是我最近真的吃这个吃太多了。这不是这不是炫耀文，是因为我们做节目常我又有吃海鲜，我又吃大闸蟹，又这个我胆固醇会太高啦，那就还是吃了吧，吃了吧。勉为其难吃一下。没有啦，你来好了，要不然你辣的你不能吃，干嘛？学弟怕学长骂是不是啊？不要怕，在我这里没有这种，我们要摒除这种东西。你先咬一口，我看等下会发生什么事。但是你再这么贱的吃，我都想揍你了。你吃就是他刚刚咬是这样。好不好吃？加送哈。那我觉得说，其实以前都会觉得，我要创造出很好吃的料理，但是到现在，就是从在国外工作，在一些高级餐厅工作，其实我发现，做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你的灵魂放到菜里面。不管他做什么，当季的鱼或当季的蔬果，对，能够把它变出料理，我觉得说，这才是最大的成就感。是的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你出去吃东西，或者是你去野营，然后你到了一个环境，请你把垃圾带走。好，这个最重要。你怎么带来的东西，你就怎么带走，然后呢，把它还给它原来的样子，好吗？这个要注意了。我找到叉子。哇塞，不是啊，这一整片山中是你们特别种的哦，这是王美强吧？这个区块刚好都是山中的，全是山中所以全是对，所以你们会拿山中来做什么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做渔猎文化用的东西。渔猎文化，对，都是用山中做的，对，包括渔猎，没错。哎呦，蛮强的，只用山中就可以做出所有东西。我们待会也是要做那个猎人屋。哦，猎人屋，猎人屋最快的方式就是用山中。对，看看我的猎人小刀多利啊！我是用老鹰的毛换来的，俗称鹰。也不能太老的哦。羽毛，鹰羽，不要乱讲。你这些人，垃圾。可不可以？你可不可以烤肉给我吃？当然可以啦。我来吃烤肉，好不好？周族最厉害的就是烤肉。走进三美村部落没有吃到烤肉，回去会被笑。然后我今天也有带一个东西，我可以跟你分享。你弄烤肉给我吃，我熏肉给你吃。OK。今天我们就是满满的原住民风格，有没有？
列寮竹桌达瑞猪肉，这已经稍微腌过盐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尝试一种新的，我没有试过但是听说蛮好玩的。用烟熏的方式，我们来熏肉，切成3块好了。哇塞，你看这个刀，这也太利了吧！这太利了吧！有一把原住民小刀，真的是一件太利了吧 ！Oh my god！ 看我们啊，我们先把它一块一块的往上吊。然后从这边，这刀实在太利了，这刀子利到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开心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就是要有这个好东西，把它们勾在一个铁三角啊。我们直接用熏的方式这样。哇塞，看起来好玩呢！看起来好玩，看起来好玩。哇，超香，超香哎！有一个苹果的香味，它这是苹果的吧？好吧，放到这边。OK， 然后就这样。哇，好像很酷哎。然后把它盖起来。我觉得这个，我也不知道熏多久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半小时试试看哦。那我们先去看一下他们那种周族传统烤肉，帅啊！那这就放在这边让它熏，我们半小时以后再来看。不得不说，这新玩具真的很好用，没一会儿就开始窜出浓浓的白烟，总算可以坐下来跟帕苏亚好好闲话家常。他说，周族烤肉其实跟其他地方烤肉不一样，就在于熏烤的方式。这用的是吊网，看着肉在网子上晃啊晃啊，感觉也挺疗愈的，你说是吧？好了，回去开炉。我觉得你会输哎，会吗？有嘞！哦，待完第1点，哇塞，它这味道很香哎！天哪，切一下，切一下。哇，哦，这个味道，喂，哇！我搭配上我今天的这个新的刀，实在是完美，你知道吗？非知之夺。喂，你会输啦！这把刀很厉害。哇，来，来摆盘，把它摆起来。我也流口水了呢。是不是这个烟熏的味道是不是很香啊？哇哦！漂亮，来，走，带过去吧。走。耶！老师呀，怎么样？我们的烟熏跟你的周族烤肉，不要说 PK 啦，我们就是交流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来个阿贝贝一下嘛。阿贝贝，对啊，这个哇，这个竹子也是你刚刚才砍的，对，是不是？没错。阿贝贝，别松了。来，请用，试试看我们烟熏的做法。试试看我们的周式的烤法。对。我跟你说，周族烤肉没话讲，周族烤肉实在是，你怎么办法把它烤到这种，就是熟度是完完全全接近于完美的状态？这要手法。
所以刚刚你有看到我在烤肉方法，我们周主就是喜欢用三脚架，因为三脚架有一个好处，它其实可以动。哦，火候就很平均均匀，不会集中在一个点就变烧焦了。懂了。哎，那你来，我们的这个烟熏的做法，你觉得？我刚刚觉得这个很特别，跟周主的烤肉是完全不相同。它的油脂在肉里面，是锁在肉里面，对，锁在肉里面，所以吃起来，哎，它嫩嫩的，比较嫩。对，没有像周氏烤肉，它的有时会被逼出来，会被逼出来，而且周氏烤肉它会比较有嚼劲一点。对，它这个呢就比较容易化掉，两种不同的感觉，完全不同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周氏烤肉比较好吃，我觉得周氏烤肉好吃。好舒服哦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对，山里就是。难怪说来到这边会变成是一个忘忧的地方。没错，完全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，然后就坐在这边这样，你听，这就是山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常常听山的声音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大城市里面跑的人，很难得会听得到山的声音，对吧？棒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